看你还不老实！诛残玉碎，此间再无死主声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哎，包兄，此物去留随你，端走吧。是。包公子，包兄，请坐。不知包兄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小婿而已，江兄不必客气。哎，我原以为那只竹箫乃是客栈所出，没想到实为江兄之物。人各有事，在下则是视乐成癖，虽奏不出引山客语，但也离不开笙箫管笛。上官将军欲凭此箫护客栈，在下只能忍痛割爱了。江兄进京赶考，都不带书温习功课的吗？在下身体不好，赶路已是吃力，根本不能负重跋涉。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也该备考妥当了，不差这几日。杜大人遇害前，恰逢我等举子与其同住客栈，此案一日不破，我们便多一日嫌疑。更何况，江兄还吃了杜大人的闭门羹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一个不慎，我们谁也到不了京城。闭门羹。是啊，这看见的知道杜大人是活着进门的，那没看见的不定怎么传呢。也不知江兄此前面见杜大人，所谓何事啊？事已至此，在下不妨如实相告。我之所以被杜大人拒之门外，全因一己私念。我本来想通过贿赂杜大人，从而先行拿到考题，可是不料彼时他心烦意乱，未等我说完，便将我气急驱除。事后想想，在下仍是后怕呀。江兄当真是去行贿？旁人不中，还有下次，可我身子不中用，经不起折腾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出此下策。包兄，还望你替我保密啊！一念之差，堕是分。江兄莫要入了歧途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江兄这茶真的很香啊！包兄过奖了。都七残八败了，你还供得像个宝似的。哎，你到底是看上这箫了，还是瞅上那人了？我呸！这分明是断臂残章，就你这学问，还写书呢？你以为写书跟吹气儿似的？哼，不熬个10年8年的，哪能成得了真本？得了吧，等熬个10年8年，早熬成悬案了。万一凶手把我们都杀了，你这书啊，也甭写。我不稀得听你这丧气话，我找包公子去。哟，包公子，我正要找您呢。包公子，可是发现上官将军的线索了？嗨，你可真抬举我了。我是想向您取取经，咱俩这书的开头可怎么下笔好呢？哎，你不妨这么写：此生此世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完。这不和没写一样吗？暗起暗落，贵在首尾呼应，未免虎头蛇尾。不如等着案件了结之后再著此书，或许收效会更佳呢。
是好，那我就依您所言。哎，我还有一事相问。这杜大人的巴东真香茗，你在何时赠与过何人？我当然记得，除了昨晚饭前那一巡，我就再没拿出来过。那此茶可曾经手旁人？据我所知，未曾。呀，那茶不会有毒吧？我昨夜偷摸喝了2壶半呢。哎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啊，蹦子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哎，放心吧啊，茶中无毒，你小命他还长着呢。不过这字儿啊，可得好好练练，张牙舞爪的，别再吓着谁。哎呀，人家是龙飞凤舞，自成合体。合体，成何体统？咱们得尽快找出凶手，否则怕是要耽误秋闱啊。来，看把你们吓得一激灵。这是哪来的黄胖啊？这是南妹妹给的，特别有趣。南姑娘已平复如初了？南妹妹神志已复，但仍是形容憔悴，有气无力。前些时候还不熟，现在就叫上南妹妹了。一个女友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你也太好打发了吧？我岂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？就是，我们阿软怎么能是这么轻易就被收买？还是包拯了解我，他答应等到了京城之后，给我10个更有趣的黄胖，我才肯交代南妹妹的。哟，10个呢？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展昭，这屋子怎么被你贴得神神叨叨的？哎，你这不驱鬼则已，一驱鬼反而瘆得慌。这才哪到哪啊！等会儿我寻思往茅房里也贴一张，大半夜的，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呀？你干脆往脑门上贴一张，一了百了，这样也省得让大伙陪你走火入魔。这法子好，说什么也不能落下我们家公孙大哥，对吧？张正，你过来，你给我站住！快跑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沈公子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要害你啊！你这个没安好心的小妖精，人家刚一睁眼，你就举着把菜刀直勾勾的盯着我看，老娘和你没完！包公子，救我！他一觉醒来，怎么变成了一副小女儿状？他不会是被鬼魅附体了吧？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快把他捉住了！哎，师兄放心，此处无人捉你。你身中奇毒，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！鬼才相信你这臭男人的话！展昭，你当这戏园子呢？你耍把式呢你？你和那小丫头肯定是一伙的。这小王八精，吃我一刀！哪里跑？包大哥，阿泽，你守住客栈。好。
为何转眼的功夫，这2人都凭空消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动静应该是从窖中传来。走。你们就是在这里发现胡掌柜的？没错，就是这只酒桶。这就稀罕了。凶手若是随胡掌柜在这院内穿进穿出，总会有人察觉的呀。阿软说的是，当下沈和2人突然不见踪迹，这酒窖远非看似这般简单。没成想，那碗药救了沈寒的命，却招来他无辜的风。未必，乌鸦死前曾半人半鬼，半仙半风，可见那风魂百鬼煞不仅石化人肤，而且乱其心智。阴差阳错下，沈寒因胡掌柜之死而惨遭城门余殃，幸而你救他一命。毒杀虽为时其发肤，但毒侵入脑，故而使他记忆错乱，半雌半雄，就怕他会浮生若茶，长醉不醒。说起茶，我笃定江玉湖与杜大人关系非常。那壶巴东真香茗乃是茶中极品，依展昭和江玉湖所言，他并不像是杜大人受贿所得，但2人竟然会共有此妙，实在巧合。而且第3支迷迭香燃得稀奇，如此一来，江玉湖的那只枭，更是疑云重重。你是说，江玉湖事先在枭上做了手脚？这么说，上官将军就不是义兄了？一切尚是猜测，你倒把他撇得利索。那客栈里的晃皮匠又岂止这2人？那还有谁呢？孟达亨呗。孟达亨扯了什么谎？我是说你独善其身呢，还是朽木疙瘩呢？孟达亨自称是做胭脂水粉生意，可他连香膏和胭脂都分不清楚。好在看南妹妹是被我发现了。你们听，像是谁的脚步声。此处并未有旁人，能是谁在走动？难道是女鬼作祟？包大哥，好像是和儿的叫声。声音多半来源于地下。沈寒定已追往至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入口。怪了，统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入口能藏在哪儿呢？这里除了酒缸就是酒桶，总不至于藏在酒里吧？酒里？怎么漆黑一片，什么酒都没有？你再仔细看看。此缸无底，通往地下，入口就在这缸中。貌似空洞无物，实则别有洞天，鬼在。是不是别有洞天？我们一去便知。咱们赶紧下去吧。走。他们2人刚刚因是打此经过，故而暴露足印。越是无声无息，越是大事不妙，定要小心为上。你们说和儿不会被沈寒劈成2半了吧？你们看，沈寒。沈公子，和儿，怎么是你啊？包公子，
哎呦，我总算等着您了！您要再不来，这辈子就见不到我了呀！你把他给杀了？是他先杀我的。啊，他一上来就和我玩瓮中捉鳖，我若不拿石头砸他，我连王八羔子都甭做了。包公子，你说我怎么就成小王八精了？哎，得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话你问他去吧。他没死啊？所幸你未伤其性命。我们还是先带他离开吧，我总觉得这里让人心神不安。说的是，仿佛有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。也好，亏得我胆大哈，换上个惜命的呀，准把他撇着不管了。哎呦，等他醒了，客栈早晚要被他剥秃了皮了。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，匿名信终将不会迟到。既然未曾迟到，偶然亦是必然。然而，谁又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？信？什么信啊？先不说信，荷儿，我问你，这地窖是为何所用？这熔炉又为何在此？这个胡掌柜他瞒得忒紧，从没告诉过我，我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这儿的。报了个小信。包大哥，包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闹了半天，这瓮里还真藏着个王八呢。包公子，您可要替我沉冤昭雪啊！你这鳖孙竟敢在此装神做鬼，暗害于人，我展某必要报了你的原形。上官将军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！哎，半日不见，可真当刮目相看了。学生拜见将军，我等无心冲撞将军，只是一时情急，无知者无畏。哼，岂止无知者无畏，简直是无畏者无天！本将军都成了这俩二愣子的鳖孙子了。你们倒好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学生知罪，我等不慎潜入地窖，却未想将军竟在此。您为何会被置身于熔炉之中？还不是那个狼心狗肺的胡咧咧。这逆贼一见自己凶手的身份败露，便将本将军诓入这熔炉中。待我出去，若不扒他3层皮，本将军就是他奶奶的上官鳖。对了，那胡咧咧呢？胡将军，胡掌柜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胡咧咧死了？是，将军。第3支迷迭香燃尽之时，胡掌柜便已曝尸于酒窖之中。不知将军为何断定胡掌柜就是幕后真凶？自打胡咧咧换了脑子，本将军就怀疑他憋着一肚子的坏水。果不其然，不多时，
他便鬼鬼溜溜地钻入酒窖，行起见不得人的暧昧之事。什么暧昧之事？他在与某人给此地做船儿。您的意思是，胡掌柜对客栈图谋不轨？不止如此，听他所言，他像是要将众人斩尽杀绝，喋血血魂林。放心，等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这些年，但凡绝迹于此者，别说是活人逃不出去，就是死尸化成了灰，都甭想飘出这血魂林。魏丞相，那个胡掌柜竟还是个嗜血狂魔。你们开的到底是客栈还是坟场啊？嗨，咱都是1个月里的初来乍到，你问我，我还想问掌柜的呢。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客人，怎么就成了他的帮凶了？那将军您可知，胡掌柜与谁在密谈？我还未见到那人，胡烈烈的狗鼻子就嗅出了异味，他便将本将军引入了地窖之中。胡烈烈，给本将军出来！胡烈烈，实在是气煞我也。不过我听见胡烈烈好像提过2个字：观音。观音？难道此人是与佛门有关？信佛之人自应是一心向善、慈悲为怀，才不会如此心狠手辣、为非作歹。无论这2字是何意，多与杀手身份有关。不如我们先回客栈，再从长计议，以便尽快找出此人。好。行，那就别磨蹭了，快走吧。不好！黄风杖！什么风？什么杖？黄风杖，乃震脑毒杖，万不可沾之。哎，包公子，你可得快想想辙呀！我还没来得及写书和娶媳妇呢，
我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！你个疯祖宗，你可害死我了！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得拉着你到阎王爷那儿评评理去。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大男人哭唧唧的不像话，娘们儿都比你像个爷们儿。黄风杖应自九教而来，此时此刻，究竟是谁正在暗害我们？包大哥，这里有山门。啊！走走。来。此门怪异，极有可能通往另一方出口。这门隙中怎么有支铜药？这药膏好生怪异，为何会被夹在门缝里啊？黄风杖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走，快！此路居然通往客栈内部，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哦，原来玄机在此啊！人巴望着能走出这血魂林呢，哼，害人白高兴一场。你自己走了几步路，心里就没点数？哎，我身上背着这么个祖宗，累得我只剩一口气数了。您无重一身轻，可不是心中有数。谁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人家一心追着你跑，你好地方不见，偏偏往地缝里钻。哎，何兄弟，还劳烦你把沈公子带回房间，之后你也可以回房歇息歇息。还是包公子心疼我，咱俩都这关系了，你以后叫我二二就成。走了，走，祖宗！哎呦，包公子，我先走了啊！你们小心。二，他听着怎么就那么二呢？一天到晚不安分，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！不是，还安不安分了？哎呦，孟老板，你夫人好开大哎呀！光天化日搔首弄姿，专门勾引有妇之夫的狐狸精。呸！我呢，在这大堂与人说几句话，坦坦荡荡，可不比孟夫人专门半夜往汉子屋里头钻。哎呀，这春去秋来，有些人头顶上的草都不知道绿了几茬了。你可别丢人现眼了，孟大浩，他说的不对吧？这贱人刚挑拨几句，你就敢疑我，我跟你没完我！